今年买的第一个 KO 呢是中奖左胯缺蓝色涂装，而今年买的第二个KO 呢是左胯中奖缺黑色涂装，而今年买的第三个 KO 呢就厉害了，也是左胯中奖，是关节烂了，太溜了，我这运气没谁了。嗨，帅哥，给个3连呗！在国产 KO 的穿越龙兔出货的半年里呢，每天都有很多人催我去做这玩意儿的视频。我寻思当时万代的也就才320左右的二手的，然后这玩意儿呢还是套的空我的关节，没有车的意义，对吧？所以说就没答应。现在没活了就来看一下吧，而且现在也跌了嘛，而且万代也涨了，现在这玩意儿也就50来块，然后万代呢还涨到了接近400的二手。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虽然说它的盒子图案呢和万代的一样，但是盒子的开盒方式呢并不是和万代一样从侧面，而是从上面开盒的。这个和厂子没关系，因为呢22、23年的时候呢，无论是哪个 KO 厂呢都是这样的开盒设计，估计是同一个包装厂定制的吧。然后盒子里面的内容物呢可以看到是和万代的一样寒碜的，就是一个替换的左手，再加上3个替换的右手没了。在开始评测之前呢，我们要用棉毛蘸水擦一下它这些关节的周围。因为它到处都是这种泛白的粉末，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然后你还要把腰带的这个把手给掰下去嘛，但是它这一个是粘死的，不能够掰动，所有的都是朝上粘的，就你妈离谱，它应该是朝下的才对。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效果，注意一下，它这一个呢是和之前出的那一个 Q 的气泡涂炭以及花样弹弹是一个厂子的。那2款是直接套到真空的空我的关节嘛，所以说是完全不能够看的。可以看到这次的整体效果呢，要提升了很多，也就是说它呢这部分关节改成正常闭漏斗的了。但是也没啥卵用嘛，毕竟看它这样的话，别说放在现在了，放在当时也是比较差的一款了。不知道大家在期待什么呢？它的重量方面呢是71克，它身上可以荧光的地方呢仅仅是这2个复眼，而且呢它这一个兔子的复眼感觉像是经斑呀。然后呢看一下它这一个腰带这银漆覆盖下呢，很明显压根就不是透明件，就是单纯的一个黑色的纯银色软胶。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可以看到它这一个头角上的这个锐利度呢是不太行，而且呢飞边还是蛮逆天的。这些红色和蓝色呢都是用金属色来还原出来，不过感觉红色太油了，蓝色又太暗淡了。复眼的透明度还行，细节呢又还原出来，只不过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它这个兔子的这一边呢怎么颜色分布不均匀啊，有的地方泛橙色。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个肩胛关节里面呢是没有装反的，但是呢它确实缝隙很大，也就说明这确实是套用了之前的空我的关节吧，所以说就会导致它这一个间距是很大的，毕竟不兼容。或许它这一个兔子的肩胛的缝隙你勉强可以接受，如果说你开的高一点的话，但是呢它这一个龙这边呢可以看到缝隙真的是特别的大，它这一个肩膀头都没有盖住一半，不过还好它上面有这么一段单独的另外一半肩胛双层嘛，上面这一层呢挡住了一切，就会显得它这一个突出的没有很明显。然后再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它造型呢就是非常单纯的，一半是这一个危险兔兔，一半是这一个克罗兹巨龙的基础形态，再加上这一个两边披风或者说是裙摆。现在我手头上没有危险兔兔，只有一个克罗兹巨龙，可以看到呢它们2个的区别也仅仅是它这一个金色的纹路图案呢变成了这一个银色，然后就是把它一些白色的分色呢给阉割掉了。穿越龙的这个上层肩胛的造型呢是延伸到了这一个腹部，可以看到它当然也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它这个 Q 翻模有点问题，太翘了。这一个 HF 万代正版呢是比较贴合于这一个胸部，然后再延伸到腹部这一个空缺处有点缝隙，它呢是直接翘到了这一个瓶子大罐子最上面。虽然说它这一节装甲并不算是很影响外观，但是呢它影响可动啊，就是说你活动的话会被这一个瓶子给干涉住，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弯腰了。而这一个腰带的问题更是要命，它这个瓶子呢是粘死在上面的，你泡下开水的话能强行把它给拆下来，不过它这底下的2个桩可能就断掉了。然后分色方面呢倒是没有阉割，只不过它这一个可以看到并不是透明件，我们单看这一个腰带底下的水口还有这个横纹线就能够很明显的知道，它呢就是一个单独的分件，并不是好几个分件组合在一起的，因为组合在一起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这里弄成一个透明件嘛。你看万代的就是不是一个分件，而是2个分件前后合的，上面的这一个呢是一个透明件，这样的话它就是能够还原出来里面的齿轮细节。而这个 KO 呢就是一个单纯的黑色橙色的一个软胶，然后呢再涂上这个红色还有银色的分色，这样的话里面的机械细节呢是一点都看不到，而且这个把手还是粘死在上面的，还扭不动就离谱。正常来说呢这个把手如果说你不转动的话，它应该是放到最下面，而它呢就是放到最上面。虽然说它不能够动，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分件，也就是说你可以泡开水把它给拔出来，但是会不会拔断呢就是两说了，估计是很容易拔断的。你如果说没拔断的话再重新插回去能让它转动就行了，如果说拔出来弄断了，那只能是打桩把它给粘死了。然后它的这2片裙摆呢也是和万代一样是软胶材质的，分色也都有还原出来，不过呢材质和万代是很明显是不一样的。万代的不知道是材料还是漆的问题，是很黏的那种手感，很黏的话你就不能碰，而且呢还不能裸露在外面，这样的话必须要套上万代本来的那一个防蹭膜。
这样的话它就是不能够接触到灰嘛，接触到灰尘之后粘到上面就弄不下来了，就会弄得特别脏。Q 的呢摸起来光光滑滑的没有问题，看这个材质是没问题的，这就是比One Day强的唯一一个地方。其他地方的话可以看到它这一个胳膊肘还有膝盖关节呢，这些胳膊肘的关节在 Q 里面缝隙算是比较小的了，可以接受。膝盖呢可以看到是严实合缝的，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它这里呢是没有像之前一样套的是空我真空胶的关节，而是用了这一个 Below 的原本设计的，只不过这个胶水就尼玛离谱，因为它的胳膊肘的关节呢改成了正常 Below 的了，所以说呢也有可以插上这一个胳膊肘装甲的分件。之前那一个岩浆龙就属于直接套用的空我关节嘛，所以说它这里呢是把这一个装甲给阉割掉了。比起胳膊肘和膝盖呢，最需要改的地方就是它这一个胯部嘛。如果说还操空我的关节的话，那它没有侧踢了，毕竟它不是下拉关节嘛。可以看到呢，它这一个又是改成正常的 Below 的关节，非常的下拉，然后侧踢，只不过侧踢不动也是被这一个曲面给干涉住了嘛。如果说还是套空我的关节的话，除了可能之外，影响最大的还是外观。可以看到它这次用了正常 Below 的关节呢，外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这个老素体其实本身就是没有防穿帮的，然后我还中奖了，可以看到呢。我这一个左胯是一碰就掉，就说明它这里是注塑成型的时候没有成型好，变成这么一个逼样子。我猜测之所以能成这一个样子，应该是注塑成型还没有凝固好呢，大妈就心急，直接把它这一个胯部给怼上去了，然后呢就把它这一个还没有固定成功的这一个球形关节，这样一装就把它给这一节给推到上面去了，然后就变成这一个样子。所以说呢它是卡不住的，一碰就掉。真的是蛮离谱的，过完年之后我就买了3个 Q 特摄嘛，结果呢都是左胯中奖，而且都是离谱的大奖，一个是缺蓝色，一个是缺黑色，这个呢是球形关节没有成型，然后呢还可以看到它还有别的中奖，这里呢是没有插到底的。我们刚才也看了嘛，它那一个右腿是能够正常插到底的，和One Day的缝隙是一样大的，然后它这一个左腿呢是差了一大截，然后我们去细看一下，可以看到呢它这一个关节还是裂开的。估计和那一个 Q 的霸牛几乎啥的都是一个厂子的，都是膝盖关节会开裂。不过不得不说，它这一个精准红的涂装若不是太油的，真的可以说是挺漂亮的。还有就是它的大腿正面的横膜线是真的恶心呀。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大腿没有插到底，它这一个膝盖呢往外撇的有点严重呀，这个腿型太丑了。还好它有这么一个裙摆嘛，你把它2条大腿呢往外一撇，这样的话裙摆就可以盖住它的这个正面大腿还有小腿的逆天横膜线了。虽然说腿部的观感问题呢是被这一个裙摆挡住了，但是裙摆的问题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它这个蓝色呢涂不够，这个我看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我这还中奖一大滩红色的机漆，特别恶心。而它的可动方面呢，可以看到低头幅度是没有的，抬头也非常的差，转动的话会被领子干涉住。胳膊的平台两边呢是这一边可以达到90度，而龙这一边呢，因为它2层肩甲的干涉嘛是达不到的。大臂根这里呢是可以平转的，曲轴幅度可以达到90度左右，手腕还算是灵活。然后因为装甲和瓶子的干涉嘛，所以说它的前倾幅度呢是没有的，后仰呢竟然也没有，摆动的话幅度倒是可以，转动的话一点点。然后胯部的话也是裙摆的干涉嘛，所以说侧踢幅度呢并不大，只能够达到45度多一点。然后前踢呢可以达到90度多，后踢也是能够达到45度以上的，屈膝幅度可以达到120度以上。脚腕的话，向内接地性呢是比较一般的，然后向外呢只有一点点，脚尖可动，有点紧，没问题。然后一圈把下来之后呢，如果说不看这一个离谱的左腿啊，这个松紧度呢其实还好，也就是它这一个左胳膊肘的下端是偏松，然后就是脚踝上下可动是很松，其他地方手感都是蛮舒服的。而加上这一个呢，只能说是死到不行。最后就是配件方面，只有这么4个替换属性，一对这个无指防冲手，一个这一个招牌炮的手，加上一个这个是摇那一个腰带上把手的那一个手型，所以说是一个洞洞手。手型的替换插拔倒是挺轻松的，不用修。而需要修的地方呢，主要就是关节的手感嘛。你如果说觉得松的话，可以滴点502进去活动活动，让它变紧实。觉得肩甲缝隙大的话，就是改成布条连接就可以了。而腰带因为是阉割的太厉害了嘛，没有办法修，只能够释放One Day的部件了。总之，以上就是这一款 Q 穿越龙兔的情况了，大家觉得如何呢？